个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叫这个叫什么？港式奶茶。哦，港式奶茶。但是像什么东南亚那边其实也像新加坡什么，它也会用那种做咖啡啊什么之类的。哦。就是传统的那种滤网手拉的那种，对。传统的那种。对，我在澳门见过。在澳门见过吗？对。我看一下，这里面就是那个红茶粉，这里面茶粉，就是它是拼，你要出粉的话就对了。这我觉得这叫撞茶的过程。有的地方，像香港那边有地方是撞3次，有地方撞5次，有地方撞1次，看个人喜好啊。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茶汤的颜色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再煮个几分钟。我自己买的那个手标的那个茶粉，在家里搞就是家电。哦，你自己都买有？对，但是你自己就没有这个没办法去拉这个，你只能说煮一下，搞一下。这两个很占地方，你买2个，你买2个缸回来够，你买1个其实够了。然后再需要一个容器去两边倒。对，自己在家只能简单的倒一下，没办法搞。其实想显得专业的话，像他们是这样子。自己有个小号搞着玩儿，就很喜欢拍，对。那之前就像我自己是常客，就是不是？就上次我那个有一个常客发了一个大众点评，然后就很多人过来点港式奶茶，对，我们上次是搜到你的店是吧？然后说来，结果外面停不到车，然后今天又搜，可能就是搜到你这边随便停的，外面就是停满了嘛，因为对。然后今天可能搜到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大众点评那个照片，哎，我说这个看着还可以啊，搞一下。等一下那个，因为这样它更好用哦，因为它有一个网嘛，它盖不住。哦，它盖不住的话，就是如果你这样子盖的话，你看它盖不住，但这个就盖住了，这是那老师傅研究出来的。所以的话，你想显得专业的话，就是更正宗的话是这种感觉。但我强迫症嘛，现在有时候我弄回来，我还是要把盖子倒过来。这样封得更严实。对啊，这样的话它封得更严实嘛。要不然这样子盖，它只有没有网的时候盖得住，你加个网就盖不住了。就他们也不会说因为了加个网而把口设计大一点，不会，因为你设计大了，它正常情况下它也盖不住了。对。你别看还有很多，这个不怎么甜。看着还有很多啊，那还好，但不怎么甜。对，这个我知道，它没有那么甜，因为我你又在想又在考虑要不要点这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在考虑，要考虑一下。没气儿。他们都说我好奢侈。对，我也想说你这个成本有点高。他们都说我好奢侈。我说你这个直接接气罐也成本有点。别的火，电陶炉我又看不上。那个呢？卡式炉可以。对啊，卡式炉要好一点，要稍微比你直接接要节约。卡式炉又没那么快。动火吗？有动火。不行不行的，现在不是做红西湖的时候有那种什么
从红外线的那个什么电陶炉嘛，哎对你想说那个电陶炉也差点意思，啊，其实也可以。然后前段时间我在看，那准备看什么时候买个回来试一下吧，看行不行。电陶炉我有一个是是我魔法壶用的，咖啡用的。哎对对，我那天还在一个店看到了一个，就是他弄红气壶是一个小的一个炉子，然后也是就是扎这种气罐的，它那个还蛮好的。它这是酒精灯吗？还是不，它不是酒精，因为以前我自己就是用了酒精，然后我就发现很不好用，因为一个现在那种高纯度酒精不好买。根本就没有，不好买，可以买，但是不好买，对，太难买到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你可能久了不弄，它就挥发了嘛。那我觉得它那个蛮科学的，就是用卡式炉的那种气罐给它加，但它造型还是很像一个酒精灯的那种。哦，然后我说让老板把链接发给我，他也还没发给我。那个好用吗？那个我感觉蛮好用，他给我搞了一杯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是就是火有点大。挥发你要倒回去。你按照风险性的话，酒精其实风险更高，它那个更危险一些。对，那燃点太低了，那个。对。把牛奶做的比较合适。弄常温奶，奶味特别重的奶去做港式奶茶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就是我还喜欢用鲜奶。然后我用咖啡机。这哪个？热量高不高吗？不加不就不高了吗？不加怎么会好喝呢？不加那个那个炼乳，对，不加炼乳不就不高吗？不加就不好。但其实也没多高，它不是很甜。甜跟高是两回事。但是它的能量炼乳好像有点高。对，能量热量很高。对，炼乳的热量很高。对，虽然说它不甜，它比较肥，所以增加口感的。对啊，就是不健康的东西，口感上都很幸福感很高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嘞。